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林芳委员，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忠伟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伊朗被打已经超过1个礼拜了哈。那么看到了美国跟以色列呢，在2月28号这一天联手攻击伊朗，发动这场军事行动，那么超过1周了。现在看到川普有一个最新的发文，他呼吁伊朗的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就是伊朗国防军呢，还有警察都放下武器，接受豁免，否则呢就必死无疑。也强调，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外界也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或是美国会不会对于伊朗的战事太过于乐观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国防部要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在中央司令部。那么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总部啊，以因应未来至少在100天以内支援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时间也可能会持续到9月为止。而伊朗外长阿拉奇呢，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他的了解是呢，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正在政治与其他方面支持德黑兰，但是阿拉奇拒绝透露这当中就是这个支持啊，是不是有涉及到军事合作？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仗到底会打多久啊？因为拖越久，其实对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呢，或甚至是全球都不利啊。但是打多久，委员觉得会取决于哪些这个变数跟关键因素？那最主要就是说，你伊朗还有多少的飞弹，还有多少的无人机可以打？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打掉了600枚的弹道飞弹，好，这还要加上这个以色列所强调了，在美伊的一开始的轰炸已经摧毁了他1半的弹道飞弹。如果是这样2000枚，如果1半的话，就剩下1000枚，1000枚再减600，就剩下400枚。那再跟你讲多一点好了，就可能到达800枚。可是真正的高潮，我认为是过去了。这个战争大概就是1个礼拜到2个礼拜，最多2个礼拜，大概是重要的那个想打的战争的这些资源，大家都消耗了。我说对伊朗来讲，因为你伊朗没有制空权，整个的你的空中是被人家看光光了，从上面看下来，人造卫星。然后这个高空侦察机，还有在低空的这个无人机这样的侦察，所以你有什么而且最主要是情报。你想想看，他们的人在聚会，为什么一口气把49人全部杀掉？这是情报。情报有的是因为你内部有布置内奸啊。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监听，以色列跟美国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你整个动向被人家掌握，我就看到最近有个动态，就是它很多的无人机跟飞弹是放在地下碉堡里面。美国跟以色列就攻击碉堡的口，所以你等于你的出不来，弹道飞弹根本出不来，你有无人机也出不来。他有时候用那种重磅的那个炸弹，钻地的那个炸弹，就从上面往下丢，你的飞机、你的飞弹在里面本身就被摧毁哦。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啊，战争是数尸体。讲很难听的话，你伊朗今天对美国，你杀死美军多少人？6个人，6个人，你打了1个礼拜，发射了600枚的飞弹，1500架的无人机，你杀死美军是6枚。虽然你有摧毁了一些很重要的设施，譬如说阿联跟约旦的这个所谓的THAAD， 就是那个萨德飞弹的这个雷达，你也摧毁了卡达的长城预警雷达，像我们乐山的长城预警雷达这都很重要的设备。可是最重要，你没有杀到人。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死亡10个人，大概全部都是平民。所以也就是说，你捕捉不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队的主力，你捕捉不到。对美国来讲，这个战争要怎么样，美国就打不下去。就是你很短的时间让美军死亡，一天几十个人。
1个礼拜下来几百个美军死亡。我跟你讲，这个战争很快就打不下去。不，那委员，那你怎么看？因为最近这2天不是也有在讨论说，伊朗他们现在推出一个去中心化的这种指挥体系，就是各自为政。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他们的外长讲得很好，他用一个字叫 decentralized、mosaic， 这个 defense 马赛克式。他像马赛克要把它整个分布在外面去。问题就是我刚刚讲了，美国跟以色列要打你以前也准备了很久，他也把你看得光光了。你是有台湾的45倍这么大，伊朗，可是你的东西放在哪里？基本上美国是有掌握，以色列是有掌握。这问题在这里。第二个，美国跟以色列拦截的飞弹能力真的是很强。以色列大概到达拦截率大概90%，其他的海湾的其他国家的拦截率大概有差不多85%左右。所以你这样的拦截的能力你即使还有飞弹，你即使还有无人机出来，可是真正你能够造成的破坏是少的。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成果，譬如美军被你杀死6个人，然后你炸掉他们的什么萨达这个 THAAD 这个雷达然后把它长子一级雷达破坏，那是前面2、3天的事情2、3天以后到现在为止。伊朗并没有造成美国或以色列重大的军事或是经济的伤害，并没有。你打掉一栋楼，你打掉一些住宅区，其实那个东西不会影响战争的结果的。现在大家都在看是说这个战事会大概拖多久哈？当然现在从4天到川普讲说大概4周。那刚刚也提到说，美国这边国防部相关的军事情报呢也会做好准备，说至少起码3个月哈。但现在当然这个说法不一。不过这次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联手这个发动了攻击呢，也引发石油危机啊。现在除了影响到全球股市，当然也对能源的关切提高。可是川普本人不担心他在接受路透社的独家访问的时候，他说一切结束的时候，油价会迅速下跌，如果要涨，那现在就让他们涨吧，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但市场呢不这么乐观因为高盛就直言，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就是运输受到阻碍的话，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呢可能会突破每桶$100的价位。那如果冲突扩大到中东的产油国这个原油价格更可能会超过每桶$120以上所以骆总，您觉得因为现在看到油价的上涨，那接下来就可能会造成全球的通膨这部分的连带怎么观察？的确，现在大家是很担心这种能源短期的通膨，加上经济的低成长，因为经济低成长也受到关税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伊朗跟美国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延续？它的对经济上影响呢，完全取之于这个荷姆兹海峡。就这场战争能不能继续消耗下去，能不能打下去，这是第一个观察点。那第二个观察点，荷姆兹海峡到底会不会解放？因为它现在是被实质封锁。虽然刚刚委员有讲到说，伊朗没有制空权了，但是它海军呢也被美国打挂了11艘的这个船舰以上了。那因为现在有人说20艘，有人说11艘，这个还有待查证。但是它的海军想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也是它的能力有限，但是它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去破坏那些油轮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很多油轮是不敢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它变成实质封锁，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曾经派一条小船去把一个油轮去油轮旁边去把它炸了一个小洞，那个油轮就不能行动，那这也是妨碍这个油轮不能经过。所以现在大家油轮都改走非洲的好望角，或者呢这个用空运的方式，但这样成本就会增加。所以大家认为说，如果荷姆兹海峡长期被封锁的话，那当然油价就会上涨，这是不变的。那川普这么有把握的原因，他可能认为，因为第一，我地面部队还没有进入；第二，我如果能掌握到荷姆兹海峡的话，我就可以没有这个油价上涨的问题。第三，美国还有其他的法宝，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有释出它的战略原油，也可以协调 OPEC 的国家产油国家增产，所以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采行。所以陆老师觉得短期的通膨疑虑在所难免。短期的通膨疑虑的确是有这个。OK。对，因为你只要荷姆兹海峡被收，像这个礼拜我们的油价就国际原油上涨了将近这个25%，到35%，西德州原油上涨的更多，布兰特原油上涨了28%，所以都上涨的蛮多，那势必就引发下一波的这个通膨的这个疑虑，但这是短期的，长期的就完全取之于
荷尔姆兹海峡有没有被实质封锁。对，周末我看到新闻吓一跳哈，就是开车的朋友、骑车的朋友哈，就是说油价可能每公升要上涨3块钱哈。当然这个都希望这个只是短期的波动好，因为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呢，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很明显收尾的状态哈。星岛日报也报道说，中国大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崔守军。他认为呢，中国大陆呢每天有超过500万桶的原油必须要经由荷尔姆兹海峡输入，占中国大陆每天原油进口总量的大约1/3。如果这个能源咽喉要道一旦断航的话，这个保险战争险的保费还会暴涨。还有呢，就是刚才陆老师有提到的绕行好望角增加的物流成本会推升全球的油价跟物价，恐怕也会冲击到中方的能源供给安全。所以他认为呢，油价的暴涨还可能会让中国大陆呢带来这个通膨，输入性的通膨，进而冲击到中国大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毛利率所以这次在发生了伊朗这个战事之后，大家在讨论那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其中被讨论到的，其中呢说中国大陆的损失可能也非常的惨重，但不只是中国大陆包括东亚的，现在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在内都无一幸免因为台湾至少就我们所知道的，仰赖中东所产的石油跟天然气的比例超过了60%但是替代解方无解嘛。我想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战争没有赢家啦，和平没有输家。那在战争的情况底下，我相信不会是单一国家受到伤害所以我相信就是除了中国大陆来讲，其他的国家应该也会受到这一波的这个石油波动受到影响。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期间算是受石油影响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给控制住，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伊朗这个战事，那伊朗有90%的石油是输给中国大陆，那这2个国家加起来占这个中国大陆输入的石油大概12%所以换句话说，在这2场这个冲突之中，其实中国大陆的确是在石油供应上面受到比较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也不会就有火车要撞过来，它也不会傻站在那边被撞嘛。那我认为它有很大一张牌是来自于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个欧洲的制裁、西方制裁之后，它石油根本卖不出去。但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是有油管的。那我认为，就是对中国短期来讲，因应的替代方案会是从俄罗斯输入更多的石油。那我认为它是有因应方案的那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东亚几个国家，因为他们这个石油的进口大概都经过这个北阿拉伯海，然后往东亚走，所以就必须要经过这个荷尔姆兹海峡。那我觉得这几个国家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日本虽然有90%的石油来自于这个区域，要通过荷尔姆兹海峡，但是日本的整个能源的供应上面有30%到35%它是干净能源，也就是说它对石油的依赖没有其他国家这么高。韩国有30%来自于核能，那它也不来自于石油，虽然它也是有90%从这边进口。那我们的状况比较特别，我们大部分石油其实超过50%是来自于美国。然后我们的天然气超过40%来自于澳洲，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这个敏感度相对低，但是我们在这个能源占比上面的这个干净能源只占12%到15%所以这3个国家相比之下，其实各有优劣啦。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干净能源现在也到25%，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受影响，但是大家也都有这个相对应的一些这个结构上的不同。所以整体来讲，我认为如果这场战争可以在短期之内受到控制的话，也许它在长期的通货膨胀或长期的石油的价格上面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OK， 简单的问题请老师简答就好了。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说接下来，因为川普最近不是讲说4周他们预估因为大家想说这个时间点蛮接近这个3月底，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个行程你觉得会有改变吗？对我现在看起来不太会有因为最近中国两会的这个人大就是人民大会的发言人已经说，就是希望这个美中元首可以见。那美国方面，白宫的官员也透露出，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部分会稍微暂缓。那我觉得双方都在释出善意，看起来没有要变的意思。好，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在下一节呢继续讨论，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
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3月底4月初即将要登场的这个川习会哈，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呢3月底预计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就会到北京去访问。那美国财长 Bessent 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考虑在川普出访前对中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方降低向美国的敌对国家，比如刚刚提到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呢，来购买原油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交换条件？比如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台海议题，会不会在中间有一些交易的筹码？那《华尔街日报》也透露呢 ，Bessent 最近他就私下咨询了多位前官员、企业高层，还有政策分析师，希望中方趁着这个时候，就是中东发生战事，那就改买美国的原油跟天然气。另外呢 ，Bessent 也考虑要求中方降低对伊朗的原油进口。不过同一篇报道中也指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可能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呢在反对台独上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所以3月底即将要登场的这个习川会中方跟美方双方各自的盘算，请教委员。我先补充一句，讲了伊朗战争，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战争打2个礼拜以后就会结束，然后伊朗就投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战争会从这个所谓的战争就冲突 confrontation， 这个 conflict 会变成 confrontation， 而且是长程的僵持。僵持中呢，偶尔也会有一些飞弹，也有无人机，有一些轰炸，但是主要的战争，我认为就是过去，就是那种大规模对。最重要是因为美国你也没有能力去占领伊朗，你连地面战你也不敢打。如果敢打，你干嘛找库德族？没错，自己能打架还能够找人来帮手，他怕伤亡，对不对？对。那伊朗也没有办法让美国跟以色列停止这个战斗，所以这个会僵持，但基本上就大战过了。至于讲到这个川习会，我认为他们是一定会见，因为双方都有想要一些东西。但是你说他这个川普会不会在军售上面，对台湾的军售上面，然后呢，这个对习近平让步，而且做重大让步，说我本来要卖的，现在就不卖了？我觉得不会。他会把这个决定会推给国会，说国会已经通过了，我没有办法叫这个回头啊。那可能1、2项的军购，他就让延迟推后先过个一阵子，然后再给我们，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很大让步不会。不过这种所谓的这种领袖高峰会，他们的见面，基本就是一种交易嘛。这国与国之间通常就是一种交易 ，give and take， 我给你一些，那你要给我一些所以我觉得贝森特是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要的就是你多买我的石油嘛，你多买我的东西啊，买石油买天然气啊，现在反正那个荷姆兹海峡问题也很多啊，对，是不是？稀土你一定要卖给我啊，对不对？然后你还买我的大豆啊，甚至是玉米啊，这你都答应过，你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兑现啊，就这样子。川普不会轻易低头，原因是他认为说我在委内瑞拉多漂亮，把人家总统都抓到美国要审判了，然后我在伊朗，你看我把伊朗都差不多都打挂了。所以他现在是志得意满、很猖狂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你大陆这个低头呢？不会。但习近平也有习近平的底线，他毕竟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也不会随便说我好了，那我也同意，你就台湾问题就算了，我们也不要谈了。他还是会坚决、坚强的强调他对台湾的立场。是，那委员，那我请教您那您又怎么看？因为我们从去年看到现在最新的，就是委内瑞拉这个被美国攻击，美国这个把马杜罗给抓走以后，再来对伊朗跟以色列，就是他联手进行了这个军事行动。有分析也看到说，这2个都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断了中国大陆的能源供应这个部分。现在呢，又正好趁这个机会，叫中国大陆改买美国的原油，这背后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石油，它早就有做好一些，也有存量，它是多元的，去寻找这个来源说实话，你委内瑞拉，你又即使石油没有办法取得，我认为他会取得。因为委内瑞拉有欠他的钱，那美国就说，那你买，但是我不能用以前的价钱给你，我要卖贵一点给你了。那大家中国大陆只能接受。而且说实话，我就是没有办法买委内瑞拉，没有办法买你这个伊朗的石油
它很简单，它就增加对俄国的采购。对啊，它还是有替代的。对呀，它有替代的。但是你美国说你不准买俄国的石油，那中国大陆告诉他，你可以叫印度停止就停止。你知道印度这2天又加强跟俄国要采购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就这样子啊，就你不能让我不能活。而且我觉得伊朗的石油，荷姆兹海峡封锁也是美国很头痛的问题，因为经济如果出问题，他其中选举就会大败，他被大败，下个会期他就准备被弹劾，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他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荷姆兹的这个问题迟早也会解决，现在不是说伊朗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货船，它的石油、天然气的船经过我们不打就是了，对，所以它不会缺这个油了。选择性的管制哈。好，那现在呢也看到说，美国呢在这个能源啊、石油方面是不是有做好准备呢？因为这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哈，跟这个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已经累计上涨了将近21%啊。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他们的统计呢，汽油已经平均上涨了27美分，到达每加仑3.25美元。路透也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来应对，就是从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飙升啊，看得出一些迹象。美方是盘算要透过金融市场，而不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来影响能源的价格。那因为川普认为呢，军事行动优先于油价，所以最近看到他一派轻松、老神在在的感觉。能源金融界常常有一句话，就是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OK， 所以。骆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美方现在因应这个油价短期波动，因为一定是会上涨的哈，他们的做法是从金融市场来着手。没错 ，The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石油的价格啊是看它的期货，不是看每一桶的那个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期货的价格会影响现货的价格。那现在既然期货涨了21%，那现货更是涨得更多，我刚刚讲，甚至到了28%、35%这样的程度。那美国现在就大家传出来，就川普已经要求这个财政部长 Bessent 说，你是不是就可以放空这美国的这个石油的期货指数？因为这个从来政府没有去介入过这个期货指数，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很强，因为 Bessent 大家知道，他是来自于美国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操盘。是。他这方面非常精明，所以 Bessent 已经说他这2天会提供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期货涨的时候，那这些手上有油的或者没有油的，他可以去放空这个期货，然后去买现货，或者是卖掉现货去买期货，在这中间套利的空间非常的大。那川普就想要用政府的角度去介入。去防止这个套利交易的持续发生，让现货的价格跟期货的价格能够趋于一致，所以他想要做这个目的。那当然，他可以比照上次2022年，他可以把第一 SPR 就战略的石油把它释出来，这也是一个方法。第二个，他可以去要求这些你玩期货的人，你的保证金我给你提高，我在监管的时候来给卡你第三个，他想办法把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给它解决，所以他有很多的工具可以采用。不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是他说放空期货这个指数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案，因为从来没有这样。所以万一赔钱的话怎么办？前所未见哈。对，前所未见。但是川普能够做得出来，大量放空，而且大家知道，石油每一天的这个交易价格都上千亿啊。对。所以这个你要影响的，能够影响要放多少钱能够影响这个价格就不知道了。对，所以这次美国对于这个伊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单方面的只从军事层面或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要去操纵或是影响金融市场的背后的盘算跟这个考量是什么，恐怕也是值得大家去深入思考的。那这次的军事行动当中，其实对于军武实战这件事情啊，也有多所讨论。这个舆论战打得凶啊，像是英国经济学人就报道说呢，这次部署在德黑兰周边的中国大陆制的红旗9B 防空系统没有办法拦截到这个美以联军的攻击。还有呢，最近几天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呢，看到美军跟以色列空军出动了 F-35跟 F-22隐形战机，再配合无人机跟电战飞机啊，完全压制住了伊朗的防空体系，同时干扰到雷达，让伊朗的整个几乎是说瘫痪了，很难完成这个有效的探测跟锁定。好，那美军的有人机、无人机整合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最新的一个消息证实呢，空军的 F-35I
一架战机呢，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伊朗空军的，就是俄罗斯制的亚克130高级教练机啊，这也是 F-35系列从出厂以来呢，首度在实战中击落有人战机。那所以这代表的一件事说，任何武器强调它再厉害，但是实战说了算。所以这一次，如果说美方强调伊朗所使用的，包括像是东风、红旗防空飞弹不管用，缺乏实战的意涵，但是我们也看到2006年正式出厂的这个 F-35啊，到了这一次，到了刚刚所说的这个 F-35I 击落了伊朗的高教机，那它所凸显出的战略意涵又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有2个层面，就是第一个，到底这个红旗系列的这个防空导弹到底管不管用？第二个是 F-15的这个F-35的战力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这个红旗9B这个防空飞弹，其实它搭载是 JY-26雷达，那这个雷达其实是针对逆中战机，没错，它是长波雷达。那雷达的运作的困难是说你反射回来的波要越多，我越能精准的定位你在哪里。可是问题是现在逆中战机它包含涂料还有反射的这个角度，其实算过，所以在雷达上面，以 F-35来讲，它的大小大概跟一个就是它能扫到的截面大概跟一个高尔夫球差不多大。F-22大概是1块钱硬币这么大。那传统的 F-16你大概会看到一台汽车这么大，所以你在这个逆中的技术进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雷达应该非常难扫到，包含他们自己要回到自己的基地，他都要把他要额外开一个开关，让他的塔台可以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哦。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许不是在雷达没有用，而是现在的科技的确太进步。那这个雷达长波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扫得到，但是它抓不准。短波雷达比较有办法抓到比较精准的坐标，换句话说，看得到它打不到，这是一个问题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全世界大概不太有国家可以完全的解决哦，因为科技实在太进步。是。那这一次的以色列跟美国算是一个奇袭啦，2月28的时候突然打，所以我想任何国家在完全没有准备的状况底下，要能够启动它防空飞弹，我觉得都有困难。但是如果他知道要打，他可以配用一些比如说红外线的扫描，或者是其他波段的这种的定位，也许可以找到，但是完全没防范，我觉得难。那 F-35对 F-35其实它不是被设计来用来做空战的，它主要是逆中的攻击地面目标，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电子的征收，所以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空中战机，但它不是主要用来做空战。其实同样 F-22也很少在这个直接在空战里面击落对方的飞机，但是他们的这个攻击强度确实是很强，主要打击地面目标，精准又不容易被找到。那这一次的这个案例就是亚克130，它其实教练机，它可能有配一些武装，但是我觉得也不太能够完全定义它是一台战机那也就是说，它被 F-35给击落，但这个不是 F-35主要的任务，所以在过去2006年 F-35问世以来，我们会感觉它好像很少击落飞机，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它性能不够，而是它被设计的时候，并不是被期待用来做空中的缠斗。而且如果两个相互比较的话，一个是高教机，一个是 F-35的逆中战机，第5代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嘛。是。OK， 好，所以等一下回来哈，我们要继续来探讨的就是呢，在新的一周呢，根据美国财长贝森的对外的表示说，川普之前不讲说要提高一律都是15%的全球关税，马上就在这个是新的一周要实施了。那后续的影响是如何？等一下回来讨论。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全球除了在关注中东的最新战事之外，也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川普的全球关税啊。因为根据美国财长贝森的最新的表示，他说川普对外宣布要推动的这个15%全球性的关税，很可能在新的一周这个礼拜要开始实施。而且贝森还补充说呢，这项措施将会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来进行实施。那根据这个条文寄出的关税呢，只能够维持150天。
150天期满之后，除非美国国会到时候再通过，就可以再延长啊。那根据《金融时报》跟彭博资讯的报道，川普政府也正在考虑要求外国企业在购买辉达还有超微高阶 AI 晶片的时候，必须要先取得美国政府的批准，部分情况下甚至还要承诺投资美国本土的 AI 基础措施，才让这些想买 AI 晶片的厂商能够如愿。好，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在根据 IEPA 那被最高法院大法官判定是违法违宪之后呢，那现在引用的就是122啊，就是1974年这个贸易法旧的法条，试图来为川普所推动的全球性的关税来续命啊。可是它只有150天，可是150天之后呢，会怎么发展？各国要怎么样去因应呢？委员觉得？我觉得川普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很喜欢吹牛，而他牛都吹很大，吹完了以后就要想尽办法来圆一下。你看当时就讲说，我只要靠抽关税，就会成为我们的财政的最大的收入。对，然后呢，我就可以减税，有些人甚至可以免税，就这样子。那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嘛，主要的税还是所得税嘛，没错，可能用关税来取代呢。可是去年的12月，他就宣布了一件事，他讲就辉达，他辉达，因为当时有说 H200要卖给中国大陆嘛，那中国大陆这个他们的企业就联手定了大概200万颗，那川普政府就出来讲啊，川普本人讲，那你辉达你25%，你的收入的25%交给我，要抽趴，要抽。这个是很奇怪一件事，就是说我企业有企业的税嘛，相关的那种税我都交了，那你现在要额外给我拿要这个钱，你用什么名目呢？川普没有解释说要用什么名目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会想尽这个办法去让他增加他的这个收入，他好继续吹牛嘛。对。那你说他除了找高科技，他能够找什么？美国现在最成功的地位就是高科技嘛，军火其实也是高科技啊，其他的行业你说要赚钱，这个是蛮难的，没错。所以他现在动脑筋动到高科技去，这个行业，然后想尽办法去抽他们的钱，我认为是非常可能啊。不过目前来讲还没有非常明晰，他用什么方法，所以我们只能想的就是说，你要加强投资，他有讲啊，对不对？像台积电现在事实上就做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没错。他只是说的是你要卖东西给我。那辉达是，如果你要买我的东西，所以你要卖东西给我，那你要在我这个地方投资，对不对？那你要买我的东西，你拿钱来，我要抽税，对，我羊只要走过去，我就要把它给毛下来，就这个样子，这是川普的个性，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点子出来，但是可行不可行？那然后呢，这些大法官会不会让他这样做？就是另外一回事。美国现在就是一副恶霸的感觉哈，就是反正规则是由我定嘛，你要跟我买，或是我要卖给你的，那你都必须要遵守我的买卖游戏规则。好，那当然这个找科技业变现，刚才委员特别提到了，对，因为高科技呢最有钱，所以呢找现金呢，当然就找高科技的产业哈。但是科技界的大佬们呢，也有他们的想法跟作为啊，因为最近看到在4号这一天呢，美国科技业的产业团体啊就致函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对于五角大厦呢，最近把一家美国企业啊，虽然没有点名啦，但是一般大家都认为是 Anthropic 啊，这个列为供应链风险的企业啊，表达关切之意。而且警告说，如果这么做的话呢，恐怕会对于产业跟国家安全生态系带来深远的冲击。刚刚提到的这个科技产业团体啊，他们的成员包括了 NVIDIA、Google、Anthropic， 还有微软、苹果跟亚马逊啊这些赫赫有名的科技巨头。而这封信呢，是由资讯科技产业委员会所撰写的。虽然刚刚讲说他们点到的是这一家高科技产业哈，但没有讲说是哪一家。可是呢，一般外界都认为就是最近发生争议的 Anthropic 啊。但是 Anthropic 这家人工智慧公司呢，上个礼拜五啊，因为没有跟国防部达成协议呢，就被贴上这个供应链风险的标签。所以呢，在致函给国会的这个信当中也说呢，对于因为采购争议而考虑动用供应链风险指定权限的相关报道，这个产业科技协会呢，科技产业协会也深感忧虑。所以现在企业在做生意的同时，也很担心，动不动就搬出国安，动不动就牵涉到地缘政治风险啊，然后呢，就让政府可以决定加大他们参与的力度。
企业自己本身也不愿意受到政府的控制嘛，所以怎么看美国科技业接下来跟川普政府在这中间之间的角力？这个是非常大一个难题了，就是说一个企业它如何在国家安全跟企业的技术创新自由之间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 Anthropic 它不是一个普通公司啊，各位，它现在目前是全世界第2大的独角兽公司，第1大是 OpenAI， 它目前的估值是5000亿美元。那 Anthropic 呢，它估值是3800亿美元，对，而且它的成长性比 OpenAI 还要好。所以这个千万不能小觑它。那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就是跟他谈判，要跟他签个合约，要求 Anthropic 你所有的系统要开放给我，无限制的使用在军工产业里。那这 Anthropic 他觉得说不行，这样会妨碍到我是一个跨国企业，我要跟全世界所有国家来做生意。如果我只跟你国防部做生意，我其他生意大概不用做，没错，因为其他国家跟我做生意的话，他所有的资料都很可能被你看到了，所以他就面临到这样问题。但是国防部把它宣布为它有供应链风险以后，对 Anthropic 是有很大的影响。第一呢，它股价如果它是上市的话，股价一定会受影响。第二，它不可能就不会跟美国政府或五角大厦签任何的合约了。就你被列为供应链风险，那我政府部门就不会跟你签约了。对，所以这对它的这个影响很大。第三个呢，就它的这个要跟其他国家或厂商在做生意的时候，也会面临人家的供应链风险的这个检验。所以这是对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些 ITI 就是所谓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这个科技产业协会呢，所以大家才一起来帮它发声。就希望美国政府你在把它列为供应链风险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我企业的一个自主啊。对，我好不容易创新到这样的，那你把我列为供应链风险的话，是不是对我以后创新会有所妨碍？所以站在Anthropic， 就是特别是如果是以这家公司来讲的话，那如果真的就是因此而不做国防部的生意，顶多就是在市场上面或者说在订单上面短缺而已。可是换一个角度讲说，那对于美国国防军工的科技的发展，不也是一种损失吗？对啊，这就是我刚刚讲，就你这样把它列为供应链风险的话，是不是对它以后企业的一个创新发展，为美国国防部做更多贡献的受到影响？当然，国防部做这样的要求也有它的依据啊。它根据国防生产法还有 NDA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它的确是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所以短期上来讲，国防部这样决定，它是站在赢家，它不会输。但是长期来讲，你是不是就妨碍到这家企业的自主创新？没错。所以我们看到有一部电影也是有在谈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软体公司，它要不要授权给美国的这个情报单位还有这个高科技国防部来使用？因为有个界限，这的确是美国正在面临的一个考虑。对啊，国防军工的这个产业发展刚才委员也特别聊到，就是真的未来都是跟科技有关。那中间怎么样去拿捏那样的一个管制，或者是说开放的一个标准确实很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呢，这个人工智慧晶片的巨擘，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辉达 NVIDIA， 已经停止为中国大陆生产辉达第2先进的 H200晶片那这个报道中也指出呢，辉达最近调整了在台积电的产能配置，把原本用来生产H200晶片的资源转而投入了次世代的 Vera Rubin 的这个硬体。那辉达财务长呢，也在上个礼拜的财报电话会议当中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少量 H200可以卖给中国大陆供中方的客户使用但是目前辉达仍然没有从当中产生任何的营收，也不知道未来是不是真的会允许让 H200销售到中国大陆。好，不管是辉达自己内部放的消息，还是金融时报依据可靠的消息做了报道现在 H200这个转折实在太多了，遇到了非常多的波折马老师你怎么看因为辉达不太可能会放掉中国大陆这一块非常大的市场吧？对。我觉得现在这个 H200的确是非常复杂，就是从美国禁止到后来好像是有限度的开放，然后到中国大陆自己宣布就是海关不要让这个晶片进来除非有必要。但是其实2025年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对辉达其实它订了200万片的这个
H200的晶片，但是实际上到货应该是没有，就是没有到货。但是这200万片到底有多少钱呢？一片是27000块美元，加起来是540亿美元。当然，这个对于辉达来讲是一大笔钱但是它因为政治的因素，可能一直就真的没有办法顺畅的卖。那我觉得对科技业来讲，可能每差1年一个世代就已经过去了。从过去 H100到 H200到现在的这个 B200到未来的这个 Robin， 它已经进到第4个世代里面，但是 H200是上个世代的东西。我觉得对它产业布局来讲，它没有办法在那边等政治上的变数，所以它一定会往下走。那下一个制程是这个 Robin， 就是这个 Vera Robin， 其实它的目标是把 CPU 跟 GPU 两者结合，变成一种超级能力的 AI 运算的这个核心哦。所以我觉得辉达应该是往前走了。那这个往前走，事实上也让他在这个要求他的协力厂商上面做了这个生产线的配置啊。也就是说 ，H200这一条线看起来，也许对它是一个旧的东西，然后也许它期待是未来的其他产品的获利，它可能也不太再去回头去把这个产品再想办法销到中国大陆，因为变数实在太多。对啊，确实，这个科技产业就是世代的更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那是不是要壮士断腕？就是说，可能设定一个停损点，可能也是现在辉达急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他们一定还是很希望是 H200有机会的话，也许在上半年就能够赶快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关注的是中国大陆的两会最新状况。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继续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两会，在3月4号这一天呢正式揭幕啊。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号在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的开幕式发表了他任内的第3份年度政府工作报告。“15+5”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2035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 要比2020年增加1倍，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目标。而根据大陆官方的解释呢 ，GDP 增长的区间目标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保留余地，还有呢积极务实的跟2035年的远景目标来衔接。那么也看到了美国智库就是荣鼎咨询，他们认为呢，中国大陆经济实际增速啊只有2.5%到3%这之间啊，大概是北京方面所透露的官方数据，也就是4.5到5的一半。那另外呢，就是看到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分析师叫 Brown， 他认为中国大陆呢目前不只是内需消费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在2025年也下滑了3.8%，是从1996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下降。另外呢，青年失业率让人越来越担心，所以很多的企业呢不愿意增聘新人，反而反映出的是企业的信心普遍下降。现在内需问题其实是亟待解决啊。马老师认为说，面对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一个内需急需要提振，而能够进一步达到两会现在所定下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就是4.5到5，至少是这个目标。那要克服挑战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更积极性的政策出台呢？你觉得？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真的应该是还蛮严峻的，因为它这个下修到4.5到5之间，第一个它这是一个弹性，就是弹性区间，这个在过去的两会工作报告比较少见。那再来就是它是史上的新低，那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那4.5我认为是保底，就是说，因为它的目标在2020进入小康社会，2035年要翻一番达到这个人均2万美元，那它至少这个4.5必须要保住，所以它设了这样一个底线。但实际上的状况，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不光是有内忧，有外患，就是外面的这个局势，包含现在的伊朗战争，影响到它的物价的波动，然后再加上美中的谈判，有时候是关税高高低低，然后限制这个进出口的项目，有时候也抓不准，所以我觉得它外在变数很大。在“14+5”规划曾经是讲求的是双循环，内循环跟外循环，但现在外循环看起来这个不可
不可控制的变数太大。那我觉得它会回过头来去增加内循环，在15规划这个刺激内需变得非常重要。那刺激内需它大概会走几个方向，就是举债，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在今年的两会工作报告上面，这个政府赤字是预估是4%哦。那雷曼兄弟在发生2008年当年的时候是0.4%的赤字而已哦。然后隔年为了因应雷曼兄弟的后续，2009年的这个数字是2.8%哦，政府的赤字那还没有现在高。那你就可以想象现在的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其实比雷曼兄弟那时候更要严峻。但是我觉得政府刺激就是凯因斯主义，就是透过政府支出来刺激它内部的这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会走的一条路。那除此之外的话，过去在打房这件事情抓得很紧哦，现在房地产看起来他们稍微松绑，就是希望也能够透过房地产来带来一些活水。那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大陆在去年1年的外国对它的投资 FDI 少了9.5%，这个数字也是很高。那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它就业的问题，因为投资少，工作机会少，所以它失业率就会高。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联动。那以目前中国大陆的举措来看，看起来真的是刺激内需，靠政府的举债，对，然后靠这个地方债的这个再提升来平衡它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不足动能的一个杠杆。对，马老师刚刚提到说内需的部分，好像也提到了房市的啊，那。我们也看到最近真的是在标准上面放宽了不少，就尤其特别以上海在这个贷放的一个标准哈，也跟以往不同，有比以往要开放更加的宽松。那人大会议上也看到了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哈，对于今年房地产工作的定调，那从去年的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调整成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财新网、界面新闻还有每日经济新闻这些中国大陆的媒体也报道说，房地产市场呢止跌回稳。这个表述最早是出现在2024年9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呢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202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反复不断的强调。那么从最近3年呢，政府工作报告表述的变化来看，房地产政策主线已经有出现明显的调整。2024年呢是侧重风险化解还有制度转型，2025年则是把力道呢放在推动市场的止跌回稳，而最新的2026年呢，则是把政策的重点转为是着力稳住这个房地产市场。那当然，房市的这个核心啊，在于地方政府要如何的作为。其实早在两会之前，各省市就陆续的公布了他们的 GDP 的目标，像是经济大省广东省定的 GDP 成长是下修到也是一样，符合中央的这个基调4.5到5这个区间。好，所以陆老师，全国现在调降成长的这个目标，那您怎么看呢？是真的能够防止这个暴冲，但是呢，又不至于透过这样的调整去打压或甚至是造成这个地方活水活力的降低，怎么看？的确，这个房地产是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房地产是中国的这个所有产业的火车头。它从2020年中国大陆开始打房，到2021年开始整个房地产往下逐渐走。那有这个目前在新建中的这个房屋就有2000万栋，它以前每一年可以新建800万栋到1200万栋，是相当的惊人了。那这2年就大概下降到300-400万栋，所以就逐步的下降。那很多省份呢就受到影响，影响最大的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广东省，所以第5个就是广东省。所以广东省那过去中国大陆的这个地方政府呢，房地产收入在他们的这个收入比例非常的高，都到达3-4成以上。所以它的经济是被扭曲的。所以当房地产的收入占你这么大了以后，那所有的地方政府呢，他就拼命的让地来争取收入。对，所以地方政府的负债占它 GDP 的6成，它是这一点，它是全世界第1名。从来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它地方政府的负债会占全国 GDP 这个60%。原先是很大一笔收入，到后来变很大的负债。对，中国大陆刚李强就有讲了，他说我们未来的目标呢是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
调结构就是我们要改变房地产占我们的这个收入的比例，那我们要去掉风险，因为我们担心房地产的风险会造成金融的风险，这是他们担心，所以我们要出改革呢，我们要推动科技自主，他希望把多余的这个财政的收入呢，应该做一些创新的事业，这样才是对中国是有帮助的。那中国的3个马车，出口、投资、消费，目前消费的确是受到阻碍。我上个月去了上海，那真的跟以前是差别非常的大了。我去了一家星巴克，里面只有我一桌人，其他都没有人。但是我如果去那个很基层那种商场，就是消费额比较低的，但是满山满谷的人，就很多人，就降为消费了。对，然后我是去高档餐厅呢，也没有什么人，所以那个落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这表示这个经济情况非常的不好。是，大陆中央现在也在思考，就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这个国防军费的预算会不会有一些连带的调整呢？那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宋忠平他有一个分析，就指出说，他判断解放军今年的军费预算估计会跟去年差不多。主要呢是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大约是7%或者是8%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速度。那预估呢应该是1位数，不会到2位数。他分析呢，解放军的军费预算主要是人员待遇、训练经费，还有呢装备采购这3大项所组成。每一项呢其实都在当前环境下呢具备特殊的意义。好，我们现在提到是面对这个经济增长，确实很有压力，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变数太大了所以现在区间是锁定在4.5到5之间那这个经济成长的压力变大，可是军费不减，是不是预告着说中方内部有可能会转型成为一个先军政治的形态委员您觉得？我觉得不会，先军政治这个是金正日，韩国的金正日大概是1995年，他那时候叫出来的这个口号了。那我觉得这个很适用于北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是中国大陆我相信不会了但是他为什么他的军费也没有办法降下来呢？除了传统上说枪杆子出政权以外，我认为他分析的结果，外在的威胁是增加而不是减少。第一个，川普所表现出来，我们刚刚讲像委内瑞拉啦，对像这个对伊朗那种是非常的强势然后这个现在就增加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日本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代表着不是他一个人的崛起，是整个日本右派的势力的兴起。对中国大陆来讲，他认为是军国主义的兴起虽然我们认为说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北京的看法是，日本正快速的走向军国主义的恢复，甚至有军国主义复辟这样的说法。对，然后呢，又因为高市早苗好像跟川普2个人还蛮投缘的，还蛮亲热的，而且高市早苗马上又要再去看这个川普了，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讯息然后你看，美国突然间要出售这么多武器给台湾，他那个国防预算特别预算1兆2500亿，光是特别预算，他认为这个后面也有美国的影子，甚至有日本的影子在那里，所以中国大陆分析的结果，他是觉得。